沈听兰从未想过，这场跨越2000公里的漫长异地恋，最后会收场得如此狼狈。毕竟，圈子里谁不知道裴行之爱惨了他？作为正如日中天的建筑设计师，裴行之的日程表精确到分钟。可即便如此，他那辆黑色越野车的里程数，3年里硬生生出10几万公里。哪怕只是为了陪他吃顿并不顺路的晚餐，他也能在暴雨夜驱车600公里赶来。浑身湿透，却笑着把热好的粥递到他手里，说只要见一面就都不累。他送出的惊喜更是从未断过，从随手勾勒的每日素描，到以他名字命名的获奖建筑设计图，只要是沈听兰随口提过喜欢的，哪怕是深山古寺里的一株昙花，他也会手上整夜拍给他看。那份刻骨的深情，熬过了最艰难的创业期，眼看就要修成正果。所以，当沈听兰推掉所有工作，提前回国，听到包厢外发小们都在感慨裴行之是当今难得的痴情种，而裴行之却掐灭烟头予以否认时，他不得不承认，那感觉就像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冰水，冷得刺骨，痛得钻心。男人的声音低沉，却足以让热闹的聚会瞬间凝固。过了好半天，才有人干笑着打圆场。行之喝多了吧？当初为了追听兰，你在大学里站了一宿，这几年更是雷打不动的两地跑，圈里谁不说是模范情侣？怎么可能这就淡了？我也不知道。裴行之的声音透着一股深深的疲惫，向来意气风发的他，此刻靠在沙发里，神色晦暗，就是觉得这几年太累了。每次去找他见面是高兴的，但更多的是在那条重复了无数次的高速公路上，一个人开车时的空虚和乏味。送他礼物也要绞尽脑汁，怕他觉得俗气，怕配不上他的品味。裴行之那双画过无数惊艳图纸的手，此刻摩挲着打火机，垂眸道：我没说不爱了，但这份爱好像快被这些琐碎磨没了。周围的人面面相觑，识趣地岔开了话题。门外的沈听兰却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像断了根弦。明明是为了给他庆祝拿下大奖的惊喜之夜，沈听兰却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踉跄地离开走廊的。他甚至荒谬地想，如果自己按原计划明天才回来，是不是就不会听到这些？是不是就能继续活在那个深情的假象里，假装一切如初？可惜生活从来没有如果。浑浑噩噩走到街角，手机突然震动。沈听兰抬头，隔着落地窗看见裴行之拿着手机站在露台上，眉头紧锁地四处张望。他心口一滞，下意识躲到了广告牌的阴影里，看着屏幕亮了又灭，最后才颤抖着手指接通。裴行之语气有些急：听兰，我刚看到定位，你回国了，现在在哪儿？来找我了吗？那熟悉的嗓音混着电流传来，沈听兰眼眶瞬间酸胀难忍。她有一肚子质问想说，可话到嘴边却只剩下一句强压着颤音的谎言：临时改签了，我想先回公寓收拾一下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听到这话，裴行之紧皱的眉头才松开，语气柔和下来：我马上回去。话还没说完，一个女孩像颗炮弹一样冲出来，脚下一滑，直直撞进裴行之怀里。沈听兰亲眼看着裴行之几乎是下意识地捂住了手机听筒，然后眼里泛起无奈的笑意，扶稳了那个冒失的女孩。接着他对着电话改了口：这边还有个资方要应酬，可能会晚点，你先睡。女孩红扑扑的脸蛋映在沈听兰灰暗的视线里，那一刻天崩地裂。女孩叫林小满，是裴行之工作室新招的助理。最开始裴行之跟沈听兰提起她，满口都是嫌弃，笨手笨脚，连模型胶水都分不清，只会添乱。后来裴行之飞去国外陪沈听兰看展，那个晚上却一直在回林小满的微信，指导她怎么修改渲染图。直到电话挂断，裴行之收起手机，笑着对沈听兰说：这小姑娘虽然笨，但那股拼劲儿挺有意思。沈听兰看着手里冷掉的咖啡，轻声问：能不能专心陪我？裴行之脸上的笑意淡了下去，沉默片刻，淡淡说：好。再后来沈听兰偶尔问起，裴行之便说：那是人事部的事，他早就不过问了。很显然他在撒谎。深夜的雨夹雪打在脸上生疼，沈听兰回到公寓，大衣湿冷地贴在身上。她输了密码，那是裴行之获得第一个建筑大奖的日子。门锁开了，密码没变，屋里地暖开得很足。沈听兰径直走向书房那个巨大的展示柜，她死死盯着看了许久，心脏像被人狠狠攥住，眼泪毫无预兆地砸了下来。柜子的最中间摆着一个精致的微缩建筑模型，那是他们约定好以后要一起住的房子。旁边堆叠着厚厚一沓往返的高铁票和过路费单据，每一张票根上都有裴行之手写的日期和心情，共有732张。裴行之曾把这个柜子发在朋友圈，配文是勋章。他说：等攒够1000张，这栋房子也就建好了。到时候他就求婚，把他圈在身边，再也不让他到处跑。心跳一下比一下沉重，沈听兰痛苦地回忆起在国外孤军奋战的日子。为了能在国内策展圈站稳脚跟，配得上他的才华，他几乎住在了展厅里。他拒绝了所有社交，被人嘲笑高冷也不在乎，只想着早点做出成绩回到他身边。在此期间，他因为过度劳累患上严重的胃病，疼得在床上打滚，也没告诉他，只是一把把吞着胃药，在视频里笑着说自己很好，很想他。可当他终于带着满身荣誉归来，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耳光。太晚了，
裴行之的爱像那栋永远没动工的房子一样烂尾了。裴行之推门进来时，看到沈听兰正蹲在地上，对着那个模型无声的流泪。他脸色一变，大步上前想去扶她，语气焦急：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沈听兰一把挥开了他的手，他闭了闭眼，指甲深深陷进掌心，用尽全力维持着最后的体面。刚才电话里那个女孩是林小满吧？短短几个字，耗尽了他所有力气。他颤抖着吸了口冷气。这么晚了，你们为什么还在一起？说完，他抬头直视裴行之深邃的眼睛，那里没有愧疚，只有一丝被戳穿后的烦躁和冷淡。刚回来就要吵架吗？裴行之站直了身体，拉开了两人的距离，声音微冷：碰巧遇上而已。他是工作室的员工，不是你脑补的那种关系。只是员工，为什么抱得那么自然？沈听兰的话堵在喉咙口，裴行之已经侧过身，从身后拿出一个礼盒，还有一束有些被挤压的玫瑰，是他冒雨带回来的。沈听兰愣了一下，心里那股酸涩和委屈交织着翻涌，直到男人冷硬的声音再次响起：小满是个单纯的姑娘，你别把人都想得那么坏。她很努力，为了赶图只能在公司睡睡袋，不像你在国外看个展还要跟我抱怨腿酸。她很懂事，从来不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里，不像你一见面就是审问犯人。我们在设计理念上很合拍，工地上只有她能第一时间懂我的意思。最后裴行之抿紧了唇：沈听兰，我现在依然爱你，但你要是再这么捕风捉影，我也是个俗人，我也会觉得烦。那一束玫瑰被他随手放在了鞋柜上，花瓣已经枯萎耷拉着，像极了他们此刻千疮百孔的爱情。沈听兰从不是个歇斯底里的人，她是策展人，最擅长的就是冷静与统筹。可那一晚的梦里，她像个泼妇一样和裴行之大吵了一架。你说累，我说过我可以放弃国外的项目回来陪你，是你黑着脸拒绝，说我不该因为感情毁了前途，说我不信任你，你怪我走得远，可这是我们共同规划的未来。你说过顶峰相见，我也承诺过最多3年，我一定回来，再也不走。我感觉到了你的敷衍，也问过原因，是你用项目压力大当借口，把我挡在门外，转头去和别人聊通宵。他在梦里声嘶力竭，醒来时却只是一身冷汗，结局和现实一样，一片狼藉。第二天清晨，沈听兰头痛欲裂的醒来，正好撞上裴行之探究的目光，僵持了几秒，看着他苍白如纸的脸，裴行之还是软了语气：别闹了，我们好好的，行吗？他穿着剪裁合体的黑色大衣，一如当年的清贵公子，弯下腰，自然地替他拿过拖鞋。这熟悉的动作曾让沈听兰心动不已，此刻却只觉得讽刺。我和林小满真的只是上下级，你要是不信，今天就跟我去工作室看看。好。沈听兰应得很干脆，顿了顿，声音轻得像烟：我正好也有事跟你说。昨晚他已经联系了南方的策展中心，接下了那个为期2年的驻地项目，机票就在1周后。这不是赌气，而是他想通了。裴行之昨晚那些话像钉子一样钉死了他们的过去。他有他的骄傲，如果爱情里掺了杂质，他宁可把整个杯子都摔碎。去工作室不过是想给这3年的感情画个清醒的句号。一路无话到了事务所楼下，刚停好车，裴行之的手机响了，那头隐约传来女孩带着哭腔的求助声。不知道那边说了什么，裴行之脸色一变，解开安全带说工地出了点急事，让沈听兰自己先上去坐会儿。沈听兰还没来得及说自己没门禁卡，车门就被裴行之重重关上，只留给他一个匆忙离去的背影。空荡荡的地下车库，冷风卷着落叶。事务所扩建了，沈听兰绕了一圈才找到电梯。到了办公层，他正准备找前台，却听到茶水间里几个实习生在叽叽喳喳。我就说吧，小满姐只是因为渲染图没保存，哭了一下。裴总二话不说就冲过去了。沈听兰的脚步硬生生顿住，原来这就是裴行之口中的急事，急到可以把刚回国的未婚妻扔在车库。我看啊，裴总简直是把小满姐当女儿宠。可不是嘛，连咖啡都要亲自冲，上次还手把手教她画图，那眼神咂咂。贾环上次来还问他们什么时候发喜糖呢。有个新来的小生问，可是裴总不是有个在国外的未婚妻吗？另一人嗤笑一声，那个高高在上的大策展人，1年见不到几次面，哪比得上咱们小满姐这种天天陪在身边的解语花？小满姐撒个娇，裴总魂都没了。沈听兰站在原地，寒意顺着脚底往上爬，自嘲的笑容还没扬起来，就僵在了嘴角。转身的瞬间，他看见裴行之和林小满就站在走廊尽头。林小满身上披着的那件深灰色大衣，沈听兰眼熟的刺目，那是他省吃俭用2个月给裴行之买的生日礼物。裴行之说过舍不得穿，要留着出席重要场合。原来这也只是个谎言。这3年，他到底对他撒了多少谎？林小满眼眶红红的，像只受惊的小兔子。裴行之正低头替他擦眼泪，动作温柔的不像话。别哭了，数据丢了再跑一遍就是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被行业大佬这么哄着，林小满破涕为笑，拽着裴行之的袖口娇嗔：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昨晚给你打电话那个凶巴巴的女人到底是谁呀？裴行之沉默了，其实只有短短几秒，可在沈听兰耳朵里却像过了1个世纪。
终于，他听到裴行之低沉的声音传来：“一个老朋友，不熟。”这2个字像一记闷锤，重重砸在沈听兰的太阳穴上，震得他耳膜嗡嗡作响，连带5脏6腑都移了位。他忽然扯了扯嘴角，笑了：“是啊，不熟，不过是陪他从籍籍无名熬到声名大噪，把整个青春都耗进去的陌生人罢了。”可听到这个答案的林小满却高兴疯了，那双圆圆的杏眼里藏不住的雀跃和少女怀春的羞涩。他踮起脚尖，带着年轻女孩特有的莽撞和热气，朝着裴行之凑了过去。沈听兰站在走廊的阴影里，看得清清楚楚。裴行之甚至不需要后退，只要稍微偏一下头，就能避开这个越界的动作。可他没有。女孩柔软的唇擦过男人棱角分明的下颌线，暧昧黏腻，像是一张无形的网，瞬间勒紧了沈听兰的脖子，让她窒息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魂不守舍地走出写字楼的，直到手机响起，裴行之的声音带着一丝罕见的干涩传来：“你到了吗？刚才在楼下，你应该没看见什么吧？”“你是怕我看见什么吗？”沈听兰轻声反问，眼泪顺着脸颊滑进嘴角，咸的、苦的，像极了这3年的滋味。他不懂，裴行之这是在心虚吗？既然心虚，为什么又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纵容那个女孩？当然没有。裴行之似乎松了一口气，因为慌乱，他没听出沈听兰语气里的死寂，反而故作轻快道：“那你快上来，不是说有事要谈吗？”“不去了。”呼出的白气在冷风中瞬间消散。沈听兰看着灰蒙蒙的天空，喃喃道：“这件事对你来说好像也不重要了。”说完，不顾那头男人错愕的追问，他挂断了电话。清理掉一段长达7年的感情，原来只需要几个小时。那些绝版的画册、情侣款的绘图笔，还有那一整墙的各种建筑模型，装了整整3个收纳箱。他曾经视若珍宝，不远万里带回来的孤本，如今全被他填了捐赠单。送走搬运工后，沈听兰打开了那个书房的展示柜，玻璃擦得透亮，那是他哪怕工作再忙也会亲自打理的地方。他颤抖着手拿出了那一沓高铁票和手稿。第1章是3年前的初冬，裴行之刚成立工作室，穷得叮当响，为了省钱，他买了最便宜的绿皮车票来看他。在硬座上熬了1夜，下车时腿都是肿的，却抱着他说为了见他一面，翻山越岭也值得。第10章是那一年的春分，他为了策展方案焦头烂额，裴行之推掉了一个大单子，连夜赶来陪他熬通宵。在那张草稿纸背面画满了 Q 版的他，只为博他一笑。第450章是去年的除夕，他在工地上监工，他在异国看展。视频里背景是漫天的烟花，他举着一张写着想你的图纸，笑得像个傻子。第700章回忆像走马灯一样在眼前闪过，沈听兰才惊觉那些细节他竟然记得那样清晰。7年早已长进了血肉里，连着筋带着骨，现在要生生剥离，痛得他浑身发抖。象征着过去的票根和手稿被他丢进了碎纸机，机器嗡嗡作响，像是在咀嚼他的心脏。看着那堆变成废纸屑的残骸，依稀还能分辨出上面的字迹：海城、金港，那是他们之间2000公里的距离。沈听兰的心空了一大块，喉咙里像塞了一团进水的棉花，想哭却发不出一丝声音。裴行之，我和你之间两清了。他脑子进水了吗？听沈听兰平静地讲完，发小气地把手里的高脚杯重重顿在吧台上，酒液溅了一手，随后红着眼眶抱住沈听兰。听兰，你别哭，为了这种渣男不值得。哀莫大于心死，沈听兰摇了摇头，低声说：我没哭。反倒是发小一边骂着一边灌酒。裴行之哪来的底气，觉得你离不开他？你是什么人啊？圈里出了名的清冷美人，才华横溢的大策展人，就该让他尝尝失去你的滋味。去南方驻地的是没告诉他吧？到时候让他满世界发疯去找。话刚说完，发小就醉得趴在桌上不省人事。沈听兰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叫来发小的男友把人接走，自己去结了账。转身刚要走，却迎面撞上了裴行之的合伙人。那人眼前一亮，一把抓住沈听兰的胳膊：嫂子，这么巧，快来快来，行之贺高了，你快去劝劝。还没等沈听兰拒绝，他已经被生拉硬拽进了最大的那个包厢，里面烟雾缭绕，一群人正起哄大笑。小满又输了，这次是大冒险，随便挑个异性亲一口，快点的。只见林小满穿着那件宽大的男士西装外套，眼波流转，借着酒劲，像只无辜的小鹿一样蹭到了裴行之身边，声音软糯：裴总，救救我嘛，好不好？裴行之领带扯松了，衬衫扣子解开了2颗，眼神迷离。什么？等他反应过来，刚想皱眉推拒，女孩绯红的脸颊已经近在咫尺，微凉的手指更是大胆地在他胸口画着圈。裴行之眸色一暗，喉结滚动，在酒精的催化下，竟然真的低头吻了下去。他背对着门口，自然没看到沈听兰眼里的光在那一瞬间彻底熄灭，反倒是林小满在那个绵长的吻结束后，挑衅地瞥向门口的沈听兰，无声地做出口型。老女人。沈听兰眼神冷得像冰，厉声让合伙人松手。合伙人尴尬地陪着笑，试图解释，林小满却已经端着酒杯走了过来。
他笑得天真烂漫。裴总亲的好凶哦，我都喘不过气了。听兰姐这么大度，应该不会介意吧？介意你年纪轻轻就上赶着当三吗？沈听兰冷冷开口。林小满脸上的笑挂不住了，恼羞成怒地拔高了音量。不被爱的才是3，你都快30了，整天端这个架子给谁看？真以为自己是什么艺术家？他轻蔑地扫视着沈听兰身上剪裁简约的衬衫，嗤笑一声。怪不得裴总觉得你无趣，听说你在国外那个大展能拿奖，怕不是靠着那张脸睡遍了评委席的老头子才换来的吧？话音未落，沈听兰抬手就是一巴掌。他清脆的耳光声让喧闹的包厢瞬间死寂。林小满被打得偏过头去，捂着脸不可置信的尖叫。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沈听兰目光如刀，嘴巴放干净点，别把你那点龌龊心思往别人身上套。争执声惊动了沙发上的人，一身酒气的裴行之终于揉着太阳穴看了过来。他的目光触及沈听兰时明显愣住了，随即看到林小满红肿的半边脸，酒意瞬间醒了大半，怒火腾地冒了起来。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他大步冲过来，一把将林小满护在身后，怒声质问：沈听兰，你发什么疯？小满到底哪惹你了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动手，你修养呢？曾经那个信誓旦旦说会护他一世周全的男人，此刻像知乎仔的老母鸡，把所有的温柔和偏袒都给了另一个女人。沈听兰气笑了，他犯贱，这个理由够不够？他仰起头，寸步不让地逼视着裴行之。裴行之，林小满对你什么心思你也看到了，那你呢？你当着我的面亲他，你是不是也爱上他了？你胡说什么？裴行之眼神闪烁了一下，气势弱了几分。行了，有什么话回家再说。你可以在这跟林小满演深情戏码，我不能在这说实话。沈听兰嗤笑一声，眼底满是悲凉。裴行之僵住，他没想到刚才那一幕被沈听兰看到了，愧疚感涌上来，他下意识想去拉沈听兰的手，想解释那是大冒险输了的惩罚，可身后林小满拽着他的衣角，委屈地喊了一声：裴总，又让他犹豫了。我们回去慢慢谈，好不好？没什么好谈的了。沈听兰狠狠甩开他的手，力道大的连自己掌心都发麻。他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男人急促追上来的脚步声，还有林小满带着哭腔的挽留。裴总，我脸好疼。沈听兰头也没回，独自走出酒吧，路灯将他的影子拉得孤长而决绝。沈听兰以最快的速度回了公寓，行李箱早就立在门口，他拿了包就要走。裴行之是一路飙车追回来的，他冲进门，甚至顾不上换鞋，气息不稳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丝绒盒子，拿出一枚钻戒就要往沈听兰手上套。听兰，我答应过的，等你策展结束我们就结婚。最近我是有些混蛋，但我从来没想过换人。我们结婚以后好好过日子，行不行？钻石在灯光下闪着耀眼的光，借托是裴行之亲自设计的建筑线条。男人眼里的急切是真的，仿佛这一刻他真的回到了那个爱他入骨的少年。但指尖传来的冰凉触感让沈听兰瞬间清醒，他后退2步，毫不留情地摘下戒指，用力扔了出去。裴行之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林小满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？精心设计的戒指滚落在地，发出一声脆响，不知道撞到了哪里，上面的钻石似乎松动了。裴行之愣了一下，随即恼羞成怒地吼道：沈听兰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他脸色阴沉的可怕，下颌线紧绷。你在钻什么牛角尖？为什么非要揪着小满不放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林小满不仅是助理，我有意培养他做独立设计师，下个项目我会让他做主创，你别再无理取闹了。裴行之声音冷硬，字字诛心。沈听兰，你要搞清楚，这几年是你更依赖我，离开我，你在这个圈子里单打独斗有多难，你自己知道。我依赖你。沈听兰冷笑一声，打断了他的自以为是。看着男人逐渐拧紧的眉头，他勾起唇角，眼里满是嘲讽。裴行之，你确实曾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但我沈听兰能走到今天，靠的是我的作品和能力，不是你裴大设计师的光环，我凭什么离不开你？裴行之呼吸一滞，沈听兰怎么可能离开他？这根本不可能，他只是在说气话。就在他准备反驳时，沈听兰放在玄关柜上的手机屏幕亮起，是一条高铁发车提醒。裴行之瞳孔骤缩，长臂一伸就要去抢手机。裴总，你在家吗？林小满那仿佛受惊小猫般怯生生的声音突然响起。沈听兰错愕地回头，只见林小满熟练地输了那一串纪念日密码，推门走了进来，动作行云流水，显然不是第一次登堂入室。多么荒唐！沈听兰差点气笑了。这可是他和裴行之一点一滴布置起来的家，是他的私人领域。你怎么来了？裴行之也是一愣，原本抓向手机的手停在半空，注意力瞬间被林小满吸引。林小满吸了吸红彤彤的鼻子，夸张地鞠了个90度的大躬，抽噎着说：我是来负荆请罪的。听兰姐，对不起，刚才在酒吧是大冒险玩脱了，大家都喝了点酒，我以为只是碰一下嘴唇没关系的，没想到你会这么介意。他捧着一个造型别致的手工粘土摆件，咬着下唇。这是我亲手捏的，百年好合，裴总和听兰姐最般配了，祝你们所死。这番话简直说到了裴行之的心坎里。
林小满懂事又卑微，再对比沈听兰刚才的冷硬决绝，裴行之眉眼间的不耐烦更重了几分。林小满小跑到沈听兰面前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听兰姐，你就原谅我吧。”一边不管不顾的要把那个黏糊糊的摆件往沈听兰手里塞。那股扑面而来的茶味让沈听兰一阵反胃，她下意识的侧身要躲，手被轻轻挡了一下。殊不知林小满就像是被推了千斤重力，整个人夸张的往后一仰。啊！一声惊呼伴随着重物落地的闷响，林小满的腰重重撞在了那个还没来得及关上的展示柜尖角上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。好疼！她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哭声凄厉。听兰姐，你打我也就算了，我都上门道歉了，你怎么还推我？裴行之脸色骤变，几步冲过来将林小满打横抱起，检查伤势，随后抬头，眼神失望至极的盯着沈听兰，咬牙切齿：“沈听兰，你太过分了！小满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竟然把气撒在一个小姑娘身上！”怀里女孩颤抖的身体仿佛在控诉沈听兰的恶行。裴行之深吸一口气，厉声命令：“给小满道歉！”不可能！沈听兰挺直了脊背，清冷的眸子里倒映着两人亲密的姿态，声音冷得像冰碴子。且不说我不屑干这种下作事，你和林小满不清不楚，我身为你的未婚妻，连个合理解释都没有，现在还要我给他道歉？裴行之，你脑子清醒点，别再回避了，你到底有没有爱上林小满？女人掷地有声的质问震得裴行之耳膜生疼，那股冲动的怒火被这盆冷水浇灭了一半，心底莫名升起一股巨大的恐慌，仿佛再不解释，他就要彻底失去沈听兰了。他绝不能容忍这种事发生。可看着怀里哭得梨花带雨的林小满，他犹豫了片刻，才迟疑地动了动唇。呀！林小满突然指着地板，哭腔里带着夸张的惊讶：“这听兰姐，地上的这些碎纸，难道是裴总那些车票和手稿吗？”话音未落，裴行之呼吸一滞，僵硬地回过头。方才一心只顾着吵架没注意，现在才看清展示柜旁边的碎纸机箱满了，溢出来的全是那些熟悉的票根碎片。他攒了3年的心血全毁了，所有的犹豫和那一丝心虚在看到这一幕时瞬间灰飞烟灭，取而代之的是滔天的怒火。他猛地想起这3年在高速公路上的每一个日夜，是这些票根支撑着他熬过异地恋的孤独。可现在因为沈听兰的骄纵和任性，这些爱的勋章变成了一堆废纸，成了垃圾。是你干的？裴行之语气平静的可怕，但眼底名为理智的那根弦已经崩断了。是。沈听兰敢做敢当。为什么？裴行之语速极快。为什么？沈听兰重复了一遍，看着裴行之那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他忽然笑了。裴行之，你真虚伪，演给谁看呢？你自己变了心不敢认，以为我也是瞎子吗？既然不爱了，留着这些破烂膈应谁？热意涌上眼眶，沈听兰咬破了嘴里的软肉，一字一顿：我嫌脏。不。裴行之胸膛剧烈起伏，一脚踹翻了旁边的椅子，巨大的声响中，他额角青筋暴起。沈听兰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，去储藏室反省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毁东西，那就去那个没有光的地方好好清醒清醒。什么叫真正的脏？裴行之大手一挥，家里的住家保姆立刻上前，强行把沈听兰往阴暗潮湿的地下储藏室拖。裴行之，你凭什么非法拘禁？放开！沈听兰不可置信的挣扎，可回应她的是裴行之抱起林小满冷漠离去的背影。保姆力气很大，趁乱在沈听兰腰上狠狠掐了一把，压低声音恶狠狠道：别喊了，这3年你不在，小满小姐才是这里的女主人。到了储藏室门口，保姆掏出一杯浑浊的水，二话不说捏开沈听兰的下颌就灌了进去。沈听兰被呛得剧烈咳嗽，拼命想吐出来。你给我喝了什么？当然是小满小姐特意吩咐的安神茶。保姆用力把沈听兰推进去，反锁了门。给我咽下去，好好睡一觉吧。储藏室的门轰然关上，黑暗瞬间吞噬了一切。这里原本是放建筑废料的，充斥着发霉和粉尘的味道。沈听兰却没空去管环境，她急促地喘着气，喉咙里像是被火烧一样，身上迅速泛起大片的红疹，剧烈的痒意和窒息感同时袭来。那水里有芒果汁，她对芒果严重过敏。裴行之，她艰难地摸出手机，冷汗浸透了后背。电话那头响了很久才接通，裴行之的语调冷漠至极。想通了吗？给小满道歉，否则别想出来。林小满让人给我喂了芒果。沈听兰瘫软在地，呼吸像拉风箱一样。救我，我要死了。可裴行之根本不信，语气里满是不耐烦。为了骗我回去，你连这种谎都撒得出来，别再污蔑小满的善良了。电话被挂断前，沈听兰听到了林小满娇软的声音。裴总，我刚洗完澡，浴袍带子好像打结了，你来帮帮我吗？嘟，沈听兰手一松，手机滑落在地，意识陷入黑暗前，记忆里那个为了他哪怕一点擦伤都急红了眼的少女彻底碎了。瞳孔涣散之际，一滴泪无声滑落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而冰冷。急诊科的护士一边换吊瓶一边嘟囔：醒了，你也真是命大，芒果过敏还敢喝那么浓的果汁，送来的时候血压都测不到了，再晚来10分钟，神仙也救不回你。沈听兰浑身像被车碾过一样疼，虚弱的苦笑了一下。
视线越过护士，落在刚走进病房的裴行之身上，他眼里的光瞬间冷寂下去。裴行之脚步顿了顿，沉默几秒，开口却是带着指责：你如果不舒服，应该直接打急救电话，而不是在电话里跟我言苦肉计。是林小满指使保姆干的。沈听兰坦然直视他的眼睛，声音沙哑：我知道。出乎意料，裴行之点了点头，随即又解释：但他不是故意的。他说看你情绪激动，想让你喝点果汁降降火。他根本不知道你对芒果过敏，只是好心办了坏事。我已经惩罚过他了。沈听兰没有移开眼。怎么罚的？裴行之皱眉，扣了他半个月的实习工资。沈听兰早就料到他会偏心，却没料到能偏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地步。半个月工资？沈听兰笑得讽刺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嘲讽地笑着。裴行之，我不过是挡了一下，你就要我给他下跪道歉？他指使人对我下毒，我差点死在那间储藏室里，一条人命在你眼里就值几千块钱。裴行之，你这是惩罚还是奖赏啊？因为是你有错在先。裴行之眼里只剩下不带感情的审视。小满何其无辜，一直想跟你搞好关系，是你步步紧逼。我相信他那么单纯，怎么可能故意害人？是你自己体质问题，别太矫情。我还是那句话，等你好点，去给小满道个歉，这事就算翻篇了。沈听兰拒绝了。于是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。再一次见到裴行之的动态，是在林小满的朋友圈。9宫格照片里，女孩做着精致的美甲，挽着男人挺刮的黑色风衣袖口，配文是：知道我受了委屈，老板特意带我出来考察，其实是散心了。背景是南方某著名的古镇建筑群。照片里，他们在烟雨长廊下并肩而行，在民宿的露台上共进晚餐，像一对神仙眷侣，把生病住院的正牌女友抛诸脑后。当两人结束旅程准备返程时，沈听兰已经办好了出院手续，拉着行李箱站在了国际出发的登机口。机场广播响起，他收到了裴行之的短信：明天回国，我们好好谈谈。也许是想求和，也许是想继续逼他道歉，但沈听兰已经不在乎了。他打开手机，将这几天收集整理的证据，林小满收买保姆的录音，两面三刀的监控视频，以及他在设计圈抄袭荣耿的黑料，打包发到了裴行之的工作邮箱，并抄送给了事务所的所有合伙人。然后他取出手机卡，折成2半，随手丢进了旁边的分类垃圾桶。裴行之，我们之间到此结束，此生不复相见。给沈听兰发完那条好好谈谈的信息后，裴行之靠在民宿露台的藤椅上，疲惫地揉了揉眉心，长叹一口气，心里的烦躁并没有减少分毫。下一秒，一双温热的手轻轻搭上了他的太阳穴，指法生涩，却带着明显的讨好。裴总，是不是偏头痛又犯了？我帮你按按吧。裴行之闭着眼没动。林小满身上喷了他送的那个牌子的香水，前调和沈听兰常用的那款很像，让他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些。虽然这几天带着林小满在这个水乡古镇考察，可沈听兰那张苍白冷淡的脸总是不分昼夜地钻进他脑子里，让他心神不宁。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想冷落沈听兰，他只是觉得他变了，变得敏感多疑，一点也不像以前那个从容大气的策展人。他把他留在医院，是为了让他冷静，让他明白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但他没想到沈听兰这次这么倔，几天了连一条服软的信息都没有。想到这儿，裴行之心里那股无名火又窜了上来。裴总，听兰姐还没回您消息吗？林小满一边按着身子，一边有意无意地贴近他的椅背，声音软得能掐出水。其实也不怪您生气，听兰姐这次做的太绝了，那可是您攒了3年的心血啊，她怎么能说毁就毁了？要我说，您就是平时太惯着她了，才让她觉得无论怎么做，您都会在原地等她。裴行之没接话，只是盯着手机屏幕，屏幕暗了又亮，始终没有新消息。他承认，他带林小满出来，确实存了气沈听兰的心思。可每当夜深人静，看着窗外的流水和灯笼，他脑子里浮现的全是以前和沈听兰一起穷游的日子。那时候没钱，两人挤在廉价旅馆，吃着泡面画图纸，沈听兰会在图纸背面写满鼓励他的话。回忆越清晰，心就越软。7年的感情哪能说断就断？他想，只要沈听兰这次肯低头，肯来机场接他，以前的事他可以既往不咎。裴总，等裴行之回过神，领口的扣子不知何时被解开了2颗，微凉的夜风灌进来，紧接着是女孩滚烫的掌心。林小满半跪在他身侧，呼吸喷洒在他耳畔，尾音带着颤抖的勾引。裴总，这几天只有我们2个，我真的好开心，像做梦一样。我知道我不配站在您身边，但能不能别让我这场梦醒得那么快？见裴行之没推开，林小满胆子更大了，柔软的身体紧紧贴上他的手臂。裴总，我不求名分，我知道您早晚要结婚的，我只想留个念想，哪怕只是1晚，我发誓绝对不告诉任何人。女孩的英明像带钩的羽毛，裴行之眸色一沉，伸手扣住了她的手腕。然而就在林小满以为得逞，闭眼凑过来索吻的瞬间，裴行之猛地停住了，脑海里毫无预兆地闪过沈听兰坐在病床上那双死寂的眼睛，那股旖旎的冲动瞬间像潮水般退去，只剩下一片清明的冷意。他不能背叛沈听兰，
这个念头一旦清晰，裴行之立刻松开了手，将林小满狠狠推开一段距离，顺手拉紧了大衣领口。小满，自重。面对女孩瞬间惨白的脸色，裴行之声音冷淡。沈听兰是我的未婚妻，哪怕我们再吵架，哪怕她做错了事，等明天回去，我会解决好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。除了她，我没想过娶别人。这句话他说的斩钉截铁，在他的人生规划里，所有的蓝图都有沈听兰的身影。那栋未完工的房子，那个未送出的戒指，都是给他的。意料之外的拒绝让林小满彻底绷不住了，羞耻、嫉妒、不甘扭曲了他那张原本清纯的脸。他红着眼眶，不管不顾地扑过来，抱住裴行之的大腿，哭喊道：为什么？裴总，他到底哪里好？听兰姐根本配不上您，他在国外那个圈子乱得很，为了拿资源，天天参加那种乱七八糟的酒局。你怎么知道他干不干净？说不定早就给您戴了绿帽子。而且他心肠那么歹毒，对我这种小助理都能下死手。林小满，裴行之脸色骤然阴沉，那是他从未有过的严厉。沈听兰不是你能编排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他能说沈听兰的不是，旁人半句都不行。还记得以前有人在酒局上调侃沈听兰清高装相，他当场就掀了桌子，让人滚成救护圈。裴行之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的女孩，眼底只剩下厌恶。我承认之前对你有几分欣赏，觉得你像刚入行的我，但现在看来是我看走了眼。既然你心思没在设计上，事务所也不适合你了。等回去人事会给你办离职，我会推荐你去下级单位。出去。说完，他没再看林小满摇摇欲坠的身影，径直回了房间，砰地关上了门。这一夜，他依旧没等到沈听兰的回复，但他只当他在赌气。思来想去，他又补发了一条短信：明晚6点落地，来接我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他迫切地想见他，想抱抱他，告诉他这些荒唐的闹剧都结束了。这种期待一直持续到飞机落地。在机场 VIP 通道口，裴行之站了足足2个小时，人流散尽，只有保洁阿姨在拖地。他看了一眼腕表，脸色铁青，终于按捺不住，直接拨通了沈听兰的电话。原以为会是无人接听，或者是挂断，可听筒里传来的却是冰冷的机械女声：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手机差点从掌心滑落。空号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慌像毒蛇一样缠上了裴行之的心脏。沈听兰那个号码用了10年，绑着所有的业务和人脉，怎么可能变成空号？除非他真的不要了，连带着把他这个用了10年的联系人也一并删除。裴行之再也维持不住风度，他冲出机场，跳上车，对司机吼道：回公寓，开快点。一路上他闯了无数个红灯，心跳快得要炸开胸腔。车还没停稳，他就冲了下去，指纹解锁进门。滴，门开了，迎接他的是死一般的寂静。原本挂在玄关的他的风衣不见了，鞋柜里他的拖鞋不见了，卫生间里成双成对的牙刷只剩下1支，衣帽间更是空了一半。裴行之腿一软，差点跪在地上。人呢？他冲着闻声赶来的保姆咆哮，双目赤红，如同困兽。保姆吓得手里的抹布都掉了，哆哆嗦嗦的跪下。先生，沈小姐几天前就搬走了。是小满小姐不让我们告诉您的。林小满。裴行之在暴怒中找回了一丝理智。为什么家里的保姆会听林小满的指使？可现在他没空细想，立刻掏出手机打给合伙人，让他动用一切关系查沈听兰的去向。电话刚接通，合伙人惊慌失措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：行之，你快看邮箱，出大事了！沈听兰发了一封全员邮件。裴行之心脏猛地一沉，他颤抖着手点开邮箱，邮件标题很简单：林小满设计造假及教唆伤人证据包。裴行之先点开了那个视频附件，夹在的几秒钟里，他觉得空气都凝固了。视频开始播放，是那天酒吧走廊的监控录像，视角很高，却清晰无比。他看到了自己醉醺醺的靠在墙上，林小满是怎么主动贴上来，又是怎么在他推开前故意加深那个吻。那根本不是什么大冒险输了的惩罚，而是赤裸裸的蓄意勾引。紧接着，视频里传来了声音，在他背对着门口的时候，林小满走到沈听兰面前，那张平日里看来单纯无害的脸，此刻扭曲得像个恶鬼。老女人，好睡评委换奖。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钉子，狠狠钉进裴行之的心口。他看着视频角落里的沈听兰，他就那样静静地站着，听着这些侮辱，眼神空洞得像一潭死水。裴行之感觉心脏被人狠狠攥住，疼得他弯下了腰，大口喘气。原来那天他经历了这些，而他干了什么？他护着那个满嘴喷粪的恶毒女人，指责沈听兰没有修养。保姆见他这副要吃人的模样，吓得魂飞魄散，以为裴行之发现了什么，不等他问，就竹筒倒豆子全招了。先生，都是小满小姐逼我的。那天在储藏室，是她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给沈小姐灌芒果汁的。她说只要沈小姐出事，她就能上位当女主人，到时候给我涨工资。沈小姐求救的时候，也是她在旁边拦着不让您接电话。后来沈小姐住院，也是她威胁我们，谁敢告诉您真相，就让谁在行业里混不下去。轰！裴行之脑子里最后一根弦断了。
他想起沈听兰在储藏室里绝望的求救，而他呢？他说他是苦肉计，说他是罪有应得。悔恨像海啸一样铺天盖地袭来，裴行之发出一声痛苦的嘶吼，猛地掀翻了面前的茶几，玻璃碎了一地，碎片划破了他的手背，鲜血淋漓，可他感觉不到疼。他真该死啊！他竟然亲手把自己深爱了7年的女人推向了深渊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可是门铃里出现了林小满的身影。他手里提着一瓶红酒，换了一身纯欲风的白裙子，对着镜头整理了一下头发，露出了那个招牌式的无辜笑容。保姆吓得面如土色。先生，小满小姐刚才给我发信息，说那是给您准备的告别酒，里面加了高浓度的助兴药，她想趁您心情不好，把生米煮成熟饭，再拍下视频威胁您。裴行之听着，忽然笑了，那笑容阴森可怖，配上满手的血，活像地狱里爬出来的修罗。他真是瞎了眼，竟然被这么个烂货耍得团团转，还为了他伤透了沈听兰的心。先生，要不要报警把他赶走？保姆颤声问。裴行之眼底闪烁着嗜血的寒光，他慢条斯理地用纸巾擦掉手上的血迹，声音轻柔的让人毛骨悚然。不，开门，请他进来。在保姆颤抖着去开门时，裴行之转头对合伙人冷声吩咐：叫几个保安上来，要嘴严的，力气大的。话音刚落，林小满走了进来，他显然精心打扮过，脸上画着那种直男看不出的伪素颜妆，眼尾扫了点红，看起来楚楚可怜又带着钩子。裴总，林小满丝毫没察觉屋里气压低的吓人，他只要一想到即将得逞的计划，心跳就快得要蹦出来，面上却还要装出一副渲然欲泣的模样。裴总，昨晚被您拒绝后，我反省了很久。您和听兰姐7年的感情，是我不自量力了，我不该打扰您，我是真心希望你们能和好的，所以……他举了举手里的醒酒器，红酒在灯光下摇曳。我马上就办离职走了，最后一个愿望就是想敬您一杯酒，要不是当初您把我招进工作室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裴总，谢谢您的知遇之恩。这番话说的情真意切，要不是裴行之刚才看过了那段恶毒的监控，恐怕真要信了他的邪。男人坐在沙发阴影里，周身冷得像块冰，抬了抬下巴，声音听不出情绪。那就端过来吧。林小满心头狂喜，连忙倒了一杯酒，眼波流转的往裴行之身边凑。裴总，这一杯是我敬您的，感谢您带我入行，我永远是您的学生。就在他距离裴行之还有2步远的时候，一股巨大的力道猛地掐住了他的脖子，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。林小满手里的酒杯摔得粉碎，惊恐的尖叫。林小满，极度的愤怒让裴行之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他看着眼前这张虚伪的脸，只恨自己眼瞎，竟然为了这么个东西伤了沈听兰的心。林小满还在试图演戏，眼泪说来就来。裴总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听兰姐又跟您说什么了？您别信。闭嘴！裴行之暴喝一声，额角青筋暴起。你不配提他的名字。说完，在林小满惊骇欲绝的目光中，他一把捏开他的下颌，抄起桌上剩下的半瓶红酒，毫不犹豫地灌了进去。辛辣的酒液混合着不知名的药物呛入喉管，林小满拼命挣扎，却被裴行之死死按住，直到半瓶酒见了底。裴行之像丢垃圾一样把他甩在地上，林小满狼狈地趴在地毯上，剧烈咳嗽，呕出的酒液染红了白裙。他脸色煞白，他自己下的药有多猛他最清楚，必须马上去医院洗胃。可下一秒，裴行之一脚踩住了他的手背，狠狠碾磨，声音森寒：哪来的胆子？在我眼皮子底下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！十指连心，林小满惨叫出声，却还在嘴硬。我没有，裴总，一定是沈听兰那个贱人陷害我。裴行之冷笑一声，直接将那段酒吧监控对到了他脸上。林小满看着屏幕里自己那副丑陋嘴脸，声音戛然而止，浑身颤抖。这是假的。啪！裴行之反手就是一耳光，直接将他扇得撞向茶几桌角。药效开始发作，林小满脸上泛起诡异的潮红，眼神开始涣散，身体里像有千万只蚂蚁在爬。热，好热！他开始神志不清地撕扯自己的领口，像条离水的鱼一样在地毯上扭动，哭喊着去抓裴行之的裤脚。裴总，我好难受，帮帮我！我知道您也想要我的，我是您最得意的徒弟啊！听兰姐已经走了，您就成全我吧。裴行之嫌恶地踢开他的手，指着地上丑态百出的女人，冷冷下令：把他拖出去，直接送警局，理由是投毒杀人未遂，还有窃取商业机密。听到警局2个字，原本意乱情迷的林小满猛地清醒了一瞬，尖叫道：什么？不可以！他以为裴行之顶多是把他赶走，怎么会送警局？那是会坐牢的。裴行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林小满崩溃了，在药物和恐惧的双重折磨下歇斯底里。是你自己给我的机会，如果你不纵容我，不给我特权，我怎么敢动这种心思？你就是个伪君子，一边吊着沈听兰，一边享受我的崇拜。现在沈听兰走了，是你活该，是你自作自受。咣当！裴行之抄起手边的烟灰缸砸在墙上，玻璃碴飞溅。拖走！林小满被合伙人像拖死狗一样架了出去，凄厉的咒骂声渐行渐远。屋子里终于安静下来，
可裴行之心里的火却越烧越旺，烧得他五脏六腑都在疼。他转身一把揪住合伙人的领子，赤红着眼吼道：还没找到吗？沈听兰到底去哪儿了？他只是在闹脾气，能躲到哪儿去？合伙人被勒得喘不过气，艰难地摇头。查了所有航班和高铁信息都没有，好像有人特意帮他抹掉了痕迹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再次响了。已经是深夜，这个点谁会来？难道是听兰？裴行之灰败的眼睛猛地亮起一丝光，跌跌撞撞冲过去，一把拉开了门。然而门口站着的不是沈听兰，是一个穿着某慈善机构马甲的工作人员。对方礼貌地笑着：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，请问您是沈听兰小姐的家属吗？裴行之心头一跳。我是。她怎么了？工作人员递过一个信封和一个丝绒袋子。是这样的，沈小姐前几天向我们捐赠了一大批珍贵的建筑模型和手稿，总价值不菲，我们非常感谢。但在整理捐赠物时，我们在一个模型盒子的夹层里发现了这枚戒指和这封信，看起来是很私人的物品，应该是沈小姐不小心落下的，所以我们特意送回来。裴行之颤抖着手接过，那个丝绒袋子里是一枚造型独特的戒指，戒圈并非传统的圆环，而是莫比乌斯环的扭曲结构，材质是并不昂贵的钛钢，但打磨得异常光滑，那是建筑里象征永恒的结构。他展开那封信，熟悉的瘦金体字迹映入眼帘。行之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应该是你拿下普利兹克奖的那天吧？3年的异地，7年的长跑，我知道你很辛苦。我不擅长做模型，但这枚戒指是我在实验室里一点点磨出来的。莫比乌斯环没有尽头，就像我对你的爱，我想在你最荣耀的那天向你求婚。行之，我们回家吧。落款日期是他回国的前一天。裴行之捏着那薄薄的信纸，视线瞬间模糊。原来他是带着求婚的戒指回来的。原来他满怀期待的想要给他一个家，想要结束这漫长的漂泊。可他给了他什么？冷遇、谎言、羞辱，还有那个毁了他半条命的芒果汁。听兰，对不起。裴行之抱着那封信，在大门口缓缓蹲下。平日里高高在上的裴大设计师，此刻哭得像个弄丢了全世界的孩子。我一定会把你找回来的。整整3天，裴行之不眠不休，动用了所有人脉，几乎把整个京港翻了个底朝天。终于，合伙人传来消息：行之，查到了，沈听兰离开前，最后去见的人是她的大学闺蜜唐若。裴行之立刻去找唐若，第一次打电话，刚自报家门就被唐若骂了句滚蛋，并拉黑。第二次，他去唐若的策展工作室堵人，唐若一见是他，直接叫保安把他轰了出去，连门都没让他进。第3次，裴行之查到了唐若的住址，在小区楼下拦住了他的车。唐若降下车窗，一脸厌恶地看着面前胡子拉碴、憔悴不堪的男人。哟，这不是裴大情种吗？不去警局捞你的小满妹妹，跑我这儿发什么疯？裴行之从未受过这种白眼，但他知道唐若是唯一的线索，只能低声下气。唐若，求你告诉我，听兰去哪儿了？唐若冷笑一声，狠狠摔上车门走下来。告诉你，让你再去祸害她吗？裴行之，做人别太恶心。你知道听兰在国外那几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你以为她真的只是看展吗？为了早点修满学分回来陪你，她连续2年没在凌晨2点前睡过觉，胃出血晕倒在展厅里，为了不让你担心，拔了针管就跟你视频，还要笑着听你讲那个林小满有多可爱。她为了给你准备那个策展惊喜，在零下20度的仓库里盯着工人布展，冻得膝盖旧伤复发路都走不了。她是把你当命在爱啊！结果你呢？你联合那个小三差点害死她。裴行之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唐若的每一个字都像滚烫的岩浆，浇在裴行之鲜血淋漓的心上。胃出血、旧伤复发，这些他从来没说过。他只记得他视频里总是笑着的，只记得他说我不累。裴行之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，清脆的耳光声在空旷的小区里回荡。是我混蛋，是我畜生。裴行之红着眼，声音嘶哑破碎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唐若，我这辈子只爱他一个，求你让我跟他说句话。见唐若转身要走，裴行之眼神一狠，随手抄起路边园丁遗落的一把修指剪。你要干什么？唐若吓了一跳。告诉我他的联系方式。裴行之握紧剪刀，锋利的刃口对准了自己的左手掌心。我对不起他，这只手曾经为了林小满推过他，现在我废了他当赔罪。唐若还没来得及阻止，就见裴行之毫不犹豫地用力一划，噗嗤，鲜血瞬间涌出，顺着指缝滴滴答答落在地上。你疯了啊！唐若尖叫。我是疯了。裴行之像是感觉不到疼，惨白着脸，眼神执拗的可怕。没有他，我活着也没意思。你要是不说，我就一直滑下去，直到把这只手剁下来为止。说着，他又举起了剪刀。唐若被他的疯狂吓到了，后退一步。行了，怕了你了，我给你号码，但我警告你，听兰现在过得很好，你要是敢再骚扰她，我跟你没完。拿到那个陌生的号码，裴行之连手上的血都顾不上包扎，颤抖着换了个新手机，拨了过去。嘟嘟几声漫长的等待后，那头传来女人清冷熟悉的声音。哪位？听到那个魂牵梦萦的声音，
裴行之感觉心脏骤停了一瞬，随即剧烈的狂跳起来。听兰，裴行之声音颤抖，带着浓重的鼻音和哭腔。听兰，是我是行之，我。电话那头沉默了1秒，紧接着沈听兰的声音瞬间降至冰点，没有任何情绪起伏，像在驱赶一只苍蝇。滚！嘟，电话被挂断了。裴行之僵在原地，听着那冰冷的忙音，整个人如坠冰窟。他想过他会骂他，会哭，会质问，唯独没想过是这样一个简单决绝的滚字。他连听他忏悔的机会都不给，他是真的厌恶透了他。这种认知让裴行之恐慌到了极点，他不顾手上的伤还在流血，疯狂地回拨过去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被拉黑了。他又换了助理的手机打，依旧是秒挂，然后拉黑。他开启了陌生号码拦截。查，给我查这个号码的定位。裴行之红着眼冲合伙人吼道，手掌的血染红了手机屏幕。合伙人看着他这副疯魔的样子，不敢怠慢，立刻让技术人员追踪信号。快点，再快点。裴行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焦躁的像头困兽。半小时后，技术人员抬起头，神色复杂。查到了，在国外。裴行之心里一紧，是回 M 国了吗？那是他们异地3年的地方，他下意识觉得他会回那里。不是。技术人员摇摇头，在 H 国。H 国。裴行之愣住了，那是一个位于欧洲的小众国家，以艺术和建筑闻名。但沈听兰从没提过要去那里，他在那边也没有任何业务和人脉。他选了一个完全陌生、完全没有他痕迹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这个认知让裴行之心口剧痛，喉头涌上一股腥甜。马上申请航线，急用私人飞机。裴行之抓起外套就往外冲，声音嘶哑却坚定。不管在哪儿，我都要把他抓回来。合伙人看了一眼窗外黑压压的乌云。行之，天气预报说今晚有特大雷暴，现在起飞太危险了，要不等到明天？等不了。裴行之回头，眼神狠厉。多等1分钟，他就离我更远1分。不想干就滚，我自己飞。2个小时后，湾流7650顶着暴雨强行起飞，飞机在云层中剧烈颠簸，警报声响彻机舱。先生，气流太强了，我们可能需要迫降。机长焦急的声音从广播里传来。裴行之坐在窗边，看着窗外狰狞的闪电，手里死死攥着那枚莫比乌斯环戒指。机身猛地在一个下坠，失重感袭来。若是以前，他早就慌了，可现在他只是闭上眼，把戒指抵在心口。以前每次他冒雨开车去看他，沈听兰总会发来一条语音，说会在佛前替他祈福，保佑他一路平安。听兰，裴行之在剧烈的颠簸中喃喃自语，眼角滑落一滴泪。如果这次我能活着见到你，我发誓我再也不会放开你的手，哪怕是下地狱，我也要和你绑在一起。或许是老天爷还没想彻底绝了裴行之的路，在 H 国最大的艺术中心，他真的见到了沈听兰。他站在昏暗的后排角落，而沈听兰站在聚光灯下，耀眼的让他不敢直视。他穿着一套剪裁利落的白色西装，长发低挽，整个人透着一种久违的凌厉的美。他正在用流利的法语进行策展路演，条理清晰地阐述着关于破碎与重生的艺术理念。那种自信和从容，是这3年来他在裴行之身边逐渐褪去的光芒。裴行之贪婪地盯着台上的人，眼眶发热。这才是沈听兰，那个曾经让他一眼万年，发誓要追随一生的缪斯女神。是他用那段充满了谎言和冷暴力的感情，把这只高傲的天鹅折断了翅膀，困在了名为猜忌的泥沼里。沈听兰离开了他，不但没有枯萎，反而像挣脱了枷锁，开得更艳了。